你也在找寻最适合你的机械轴吗？大概在几年前的时候啊，买键盘呢，选择轴体不外乎是樱桃他们家的红茶星轴。但随着樱桃轴专利的到期，现在各个厂商可以说是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。基本上您可以买到的轴体已经有成百上千种了，这反而让有选择障碍的我们在买键盘轴体的时候产生非常大的困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收集了几款讨论度比较高，而且比较热门的机械轴，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与推荐。这些轴体呢，分别是星海轴、烈焰子轴、风信子轴、蜂蜜轴、JJ 轴、Y3轴、星海轴以及之下轴。不知不觉呢，又买了一大堆轴体，所以今天呢，就让我们以拍片分享之名，行败家之实，来分享我个人的使用体验以及感受。让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开头专场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轴体买太多被老婆骂的 Joe， 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轴体分享影片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玩的就是我眼前的这9款轴体。这些轴体呢，都是讨论度比较高，常常有人来询问我的轴体。今天呢，就让我来跟大家一一的分享，并且呢，我们今天使用的套件是这把 SN80，大概是入门的客制化套件。在开始之前呢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，键盘的声音手感表现呢，除了轴体之外，也会受套件、定位板以及键帽的影响。所以今天呢，轴体的使用体验呢，仅来自于呢，我对这些轴体上到这把键盘上的感受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把轴体买回家，放在自己键盘上，声音手感或多或少都有些差异的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来开始介绍第一个轴体吧。好，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惠木星的星海轴。这个轴体呢，到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名字非常美，然后第二个感受呢，就是哇，这个外形真的很好看，颜色配得非常漂亮，像是海以及海浪的颜色，手感按起来极度清爽，打字的时候呢，如同指尖在键盘上轻盈跳舞，然后声音呢非常清脆悦耳。这种声音呢，非常像夏日雨滴落在地面上的声音。除了名字好听、颜值超高之外呢，它基本上可以说是轻压力线性轴的天花板了，打起来非常轻松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听一看它的打字音吧。好，介绍完轻压力之后呢，让我推荐一款重压力的线性轴。它的名字呢跟星海轴非常像，它叫金海轴。当今轴体的命名可以说是越来越放飞自我了。这款重压力的线性轴搭配在不少的量产键盘上，是来自施维吉他们家带防尘壁的重压力线性轴。它整个颜色呢是这种小清新淡蓝色的风格。这个轴体呢按压触底真的非常集中。并且呢，在一般情况下呢，重压力比轻压力相对来说声音是比较安静的。然后我个人呢，其实比较喜欢这种重压力，按压起来回馈感非常好。但是这轴体呢，缺点呢，也就是用久之后呢，手其实会蛮酸的，不是太适合高强度的长时间打字，除非你想锻炼你的手指肌肉。不过呢，这轴体的针脚稍微有点软了一点，在插把轴的时候很容易把针脚弄弯。然后搭配朗珠他们家的键盘，常常可以收到一些价钱不错的拆机轴。就让我们来听一看这金海轴的声音表现吧。其实机械键盘，如果你使用线性轴的话，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太吵的，大概也跟薄膜键盘声音差不多大。不过呢，还是有不少人对静音轴还是有所需求的，所以今天在这边推荐静音轴，就是这个 JJ 轴。这轴体呢是来自中国的一位 UP 主贾维斯，他用自己的名字所做的一款轴体，是一个接近全形成的静音轴。虽然说它相对于其他静音轴来说，声音还是稍微大了一点，但是它没有其他静音轴那些比较肉的手感，甚至在静音以及手感上取得一个相当微妙的平衡。然后我这次入手呢是这个轻压力的版本，稍微润滑之后手感也还不错。如果你把这轴体放在耳边听它的声音，像是那种稀稀疏疏悄悄话的声音，这个打字声音呢就像你把键盘套上一个棉被一样，旁边的人看到你在猛烈打字，但却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个人呢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线性轴，安静归安静呢，但是打字起来呢我觉得有点空虚这样子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看它的若有似无的声音吧。听完安静轴体，就让我们来听听看吵闹听起来很爽的轴体。就是这种类轻轴的发声段落轴。然后我推荐的呢，就是来自于凯华的支下轴。首先，这个名字真的很美，就像夏天的知了一样。然后它的声音呢，也像蝉鸣一样。然后这个半透蓝绿色的外壳，
看起来呢也真的非常清凉。它是这种 box 的扭簧发声结构，相比传统的轻轴来说呢，它段落感没有那么大，声音也更加的清脆。然后它本身防尘壁的结构，轴心按压非常稳固，穿市面上我觉得比较好买，而且还算悦耳的发声轴体。不过呢，这种段落轴在按压的时候，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的力量，高强度大量的打字呢，其实还是蛮累手的，并且呢，也要确认你身边同事以及室友没有球棒。好，就让我们听听看这支下轴打字音吧。其实刚刚介绍的轴体呢，都不是我主力使用的轴体，因为呢，我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类红轴、中等压力的线性轴。然后在打字音上呢，我比较喜欢那种闷闷的麻将音。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呢，我最多使用的是这种黑 TT 的风信子轴。然后手中这款呢是它的换色版本，叫做薰衣草轴。不过呢，声音表现也是差不多的。由于这风信子轴 V1 在市面上搭配了很多量产键盘，所以相比早期其实非常容易买到，然后价格也蛮便宜的，大概一颗可以到5块以下。是这种提前处理的声优轴，润滑之后手感好，声音好。所以如果你喜欢麻将音的听感，风信子轴是我相当推荐的一款轴体。好，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麻将音的表现吧。介绍完听感轴之后呢，也让我来介绍一款手感轴。这款呢是来自于惠木星的蜜蜂轴。这个轴呢，可能大家没有听过，不过呢，它就是气死轴的换色版本。气死轴呢是惠木星他们家比较高端的线性轴体，是一个中等压力的提前处理的线性轴。这个轴呢非常有惠木星他们家的味道，它按压手感非常丝滑绵密，像是那种重乳酪蛋糕的手感。按压起来打字声音偏安静，这种柔软绵密的手感真的让人非常上瘾。然后上在键盘上呢是那种轻柔的雨滴音，是现阶段的我最喜欢的这种手感。就让我们听听看这蜜蜂轴、气死轴换色的声音表现吧。接下来呢，介绍一款可以兼容打字以及打游戏的一款相当优秀的线性轴。这个轴呢是来自于 TTC 的烈焰子轴，是一个中等压力提前触发、提前处理的线性轴。虽然说这个轴体推出呢已经蛮久的了，不过由于它当初的定价真的比较贵，所以我之前呢一直没有机会入手。直到最近呢，它开始上到一些量产键盘上，这个价格呢终于是下来落到我可以接受的区间之内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轴体的颜值真的超级高的，配色呢是这种五彩斑斓的紫，配上是透明的导光柱以及这个指透上盖，这个轴体颜值真的是超级高的。它轴心呢是 POK 的材质，配上里面这双段加长弹簧，按压声音非常浑厚集中。按压回弹强烈顶手，是非常顶级的手感，不管是打字跟打游戏都非常适合。只是呢，它出厂长润有点不太够，需要自己手工润滑一下。好，就让我们听看它的打字音吧。好，下一款是最近新出比较热门的，来自马仔外设的 Y3 轴。他们家轴体呢我都蛮喜欢的，从之前 Z1 到 Y1，这次呢他们推出了 Y3，我个人觉得呢它是 Y1 的改良版。之前 Y1 呢是那种响脆的声音，然后这次 Y3 呢是那种闷响。这轴体的长润真的非常丰富，按压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任何杂音，按压起来手感非常顺滑，触点呢非常集中，是一个到手即用的轴体，然后价格也蛮便宜的，好像是不到1块钱人民币吧。不过缺点呢也是在于它的长润真的有点太多了，整个轴体拿在手上呢其实有点黏黏的感觉。不过除此之外呢，我觉得这个轴真的相当不错。虽然说我喜欢这种闷闷的声音，自己上在键盘上呢似乎有点太安静了，我不是太喜欢。不过呢，如果你喜欢那种闷闷的声音，这个轴体你应该会非常的爱。好，就让我们听看它的上机表现吧。
好，洋洋洒洒介绍完以上8个轴体之后呢，就让我们来介绍最后一款。这款轴体呢，就是我认为最适合上了这把键盘上我最喜欢的轴体。就是这个依然来自马仔外设的 Y1X， 基本上呢就是之前 Y1 的升级版，外观还是跟之前一模一样的，只是在声音手感上都获得了改善。它也是这种加长轴心、提前触底的声优轴。是这种响脆的声音，相比于其他轴体呢，虽然声音会稍微大了一点，不过按压起来顺滑无杂音。经过我手工润滑之后呢，其实也不至于太吵，并且呢，淡淡的粉红以及桃红的组合也是非常好看。是以上这几款轴体，我觉得最适合这把键盘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这次的热门轴体推荐以及分享。这边也再次强调，不同键盘配上轴体跟键帽都有不同的声音表现。至于怎么样的键盘配置配上怎么样轴体呢？我想唯一的方式还是必须亲自到手体验看看，因为每个人使用的感受以及喜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所以一般呢，我推荐大家购买的轴体尽量是一些比较热门、比较大众化的轴体，至少在遇到不喜欢轴体转卖的时候，可以节省更多的成本。并且这些轴体呢，我到手之后，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把它们拿来润一下，可以获得更好的打字手感体验。这些轴体呢，也是全部我都手润过一次的，它们带给我的使用体验感受都是不一样的。不过整体而言，我都是相当满意，各具特色，各有其的优点。好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你对这些轴体有其他问题及想法的话，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，或是有其他轴体想推荐给我的话，也欢迎分享与交流。我是不太爱挑轴体的Joe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